大清早家门口突然来了位不速之客，一只小考拉正漫无目的的在草坪上走着。很快小家伙就察觉到陌生人类的靠近，转过脑袋用那双萌萌的大眼睛和大叔深情对视。没想到小考拉看到人类后不但没有害怕，反而还迈开小步伐大胆的朝着大叔走去，那圆滚滚的身体一扭一扭，特别的可爱。面对这么一只萌萌还亲人的小动物，大叔还是没忍住伸手摸了摸它的脑袋，而小考拉就坐在大叔面前嗷嗷的叫唤着，似乎遇到了什么困难却又无法开口诉说。见人类一直没有领会自己的意思，小考拉又焦急地将身体贴上去，瞪着个大眼睛，一副憨态可掬的模样，还奶声奶气地发出叫声。大叔望着小家伙焦急的模样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他猜测这只小考拉应该是不小心跟妈妈走散了，所以才会独自出现在这里，想要求助人类。因为考拉的行为习性给人一种懒惰的印象，常常人们看见考拉基本都是趴在树上，他们的一生也几乎都是在树上度过，从早到晚不是在睡觉就是在发呆，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嚼几片桉树叶充饥。而且考拉妈妈和自己的后代几乎寸步不离，不管走到哪都会将孩子背在身上，时刻看管着。一般考拉宝宝幼年时期都是在妈妈背上度过，也因此他们很少会主动出现在人类的家里。而这只落单的小考拉明显是和妈妈走散了，小家伙可怜巴巴的模样很是让人心疼。于是大叔温柔地摸了摸它，尝试安抚情绪。他们的性格天生温和善良，不会攻击人类。此时小考拉就无比乖巧地坐在大叔身边，并且居然还主动抓住了大叔的手，那可怜的模样仿佛在说帮帮孩子吧。之后就一直围绕着大叔撒娇，企图获得帮忙，甚至还想要爬到大叔的身上挂着。可下一秒小考拉却突然转身准备离开，看着就像是一坨肉球似的在地上快速挪动。原来是一位大妈端了盆清水走了过来，想要给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喝点水。小考拉明显是被陌生人吓到了，想要逃离，直到拉开一段安全距离后才重新坐在草坪上发起了呆。大妈见状拿着水小心翼翼地放在不远处，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并无恶意。小考拉观察许久后才缓缓走了过去，渴望着水盆里的水，她并不知道怎么喝，大妈只能用手捧着水一点点喂给小考拉。刚喝完水，小家伙又快速起身离开，像个无头苍蝇似的在院子里爬来爬去，一路上走走停停，还不停地叫唤着，希望妈妈能听到呼唤声来找到他。爬累了就呆呆地坐在草坪上左顾右看，可他无论怎么努力都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妈妈，最终小脸上写满了委屈，都快要哭出来了。小小的身影看起来是那么的落寞，这么小的年纪就和妈妈走散，此刻他心中一定特别的害怕和无助吧。小考拉在附近转了个遍都没能找到妈妈，最终步履蹒跚地朝森林走去，准备继续寻找。大叔知道光凭他自己是无法找到考拉妈妈的，并且夜晚的森林非常的危险，于是急忙走上前，温柔地将小考拉抱了起来，决定出手帮帮这个可怜的毛孩子。而小家伙就温顺乖巧地依偎在大叔怀里，近距离观察那萌萌的模样实在是太可爱了。因为即将天黑，只能先让他在屋里待一晚。如果放任小考拉自己独自回到树林中，小家伙可能还没来得及找到妈妈，就会先一步成为其他野兽的典型。因此大叔打算明天亲自带他去寻找妈妈。第二天一早便带着小考拉驱车来到森林里，幸运的是半天的功夫就顺利找到了考拉妈妈。小考拉在看到妈妈后立即激动地朝树上爬去，凑到妈妈身前，可怜巴巴地诉说着委屈。考拉妈妈也明白离开的这段时间吓坏了孩子，心疼地亲亲小考拉，安抚他的情绪。之后小考拉熟练地爬到了妈妈的背上，树上的考拉妈妈还深深地看了大叔一眼，似乎想要将好心人的模样刻在脑海里。大叔原以为事件到此已经完美结束，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几天后回家时在路边发现一只考拉背着孩子，他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当初的那对考拉母子。只见他们目的明确，直奔大叔家的方向走去。考拉妈妈似乎察觉到身后有人类在跟着自己，于是停下脚步，发现正是他们要寻找的人。母子俩气刷刷地转过脑袋，深情地望着大叔。原来当时他们只顾着团聚，还没来得及感谢，大叔就先一步匆匆离开了。因此今天考拉妈妈特地带孩子上门感谢恩人。在此不得不感叹，真的是万物皆有灵性。如果对动物故事感兴趣，可以来我的主页观看更多。小哥在草地上发现一只圆滚滚的小可爱，只见它扇动着翅膀，正欢快地蹦跶着。从背后看，这个小家伙居然还没有脖子。就当小哥好奇这究竟是个什么动物时，一位大爷突然走过来将他抱了起来。小哥这才终于看清了他的庐山真面目，原来这家伙竟是一只刚满月的猫头鹰宝宝。而小猫头鹰被人类抱在怀中，不但没有害怕，反而乖巧无比的任由大爷抚摸着自己，转过脑袋深情地望着大爷，甚至还眨了眨大眼睛撒娇卖萌，就如同家养的猫咪一样温顺。看来这一人一鹰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。随后大爷爬上梯子，将小家伙塞进了树洞，还不停叮嘱让他老老实实在里面待着。突然树洞内又探出来一个萌萌的大脑袋，原来这样的小可爱居然一共有2只。然而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，2只幼崽的妈妈就在不远处的树枝上。猫头鹰妈妈全程都将大爷的举动看在眼里，但她却并没有上前阻止保护孩子，并且还一副无所谓的态度，似乎并不担心这个人类会伤害幼崽，
反而还闲情雅致地梳理着自己的毛发。从这一段小小的过程中，不难发现，猫头鹰妈妈和鹰宝宝都对大爷非常的信任。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小哥怀着满心的好奇上前询问，大爷自豪又宠溺地说，小猫头鹰是他孙儿辈的存在，并且自己和猫头鹰妈妈已经认识3年之久了。原来3年前他在野外发现的猫头鹰妈妈，当时他还是个宝宝，独自在森林里徘徊。大爷猜测应该是被遗弃或者和家人走散，情急之下在家附近找了个树洞安顿好鹰妈，之后一直悉心照顾，直到它长大飞回森林。但没想到时隔2年，那只猫头鹰又飞了回来，并且还在当初的那个树洞内产下3枚蛋，可惜其中1枚蛋没有受精成功，最后只孵化出了2只幼崽。由于猫头鹰妈妈从小就是被大爷带大的，因此她知道大爷很会照顾幼崽，所以将孩子丢给大爷帮忙照看是100%的放心。平时大爷就守在树洞附近，随时观察幼崽的情况，猫头鹰妈妈则外出寻找食物带回来投喂幼崽。一人一鹰分工明确，共同哺育着鹰宝宝。大爷为了不辜负猫头鹰妈妈的信任与期望，他半夜都会提着小灯过来探望幼崽。2个小家伙察觉到大爷的到来，立即探出个小脑袋瓜子迎接，用那双圆溜溜的大眼睛和大爷深情对视。其中一个小家伙朝着大爷不停扇动着小翅膀，仿佛在将他即将会飞的好消息分享给大爷。望着2个小可爱争先恐后的撒娇卖萌，大爷感到无比的开心，一天的疲劳在此刻全都消失不见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猫头鹰妈妈带着捕猎到的食物交给幼崽，分到食物的幼崽立即吧唧吧唧吃了起来，一旁没吃的兄弟只能看着干着急。好在鹰妈很快又带回来一份食物喂给了他，接着又匆匆离开，继续外出觅食，时不时就会送回来各种各样的美味。这天晚上，猫头鹰妈妈带回来一只肥硕的大老鼠，但她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将食物递到幼崽嘴里，而是深深看了眼孩子后就转身离开。自那之后，猫头鹰妈妈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原来1个多月大的鹰宝宝到了该独立的时候了。猫头鹰妈妈知道过度的宠溺只会害了它们，为了让孩子们能更快的独立起来，今后能更好的在残酷的大自然中生存下去，她不得不忍痛狠心抛弃自己的孩子。第2天，当大爷来到树林时，意外却发生了。一只鹰宝宝因为想找到妈妈，不慎从树上跌落，这很可能会对还不会飞翔的它造成伤害，这可把大爷给心疼坏了。于是贴心的在树洞下方制作了一张大网，避免它们会再跌下来摔伤身体。做完一切后，大爷才满心欢喜的离开了这里。殊不知背后的鹰宝宝正忧伤地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眼神中满是不舍和无助，仿佛预兆着有什么不好的事即将发生。果然在当天的夜里，一只鹰宝宝开始不断挥动翅膀，尝试着往树上爬。另一只鹰宝宝看到兄弟的动作后，也有模有样学着他用力扇动着翅膀，尽量让自己保持平衡，一步步朝树上爬去。原来2只鹰宝宝已经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。白天那忧伤的表情是不舍得离开大爷，已经爬到树枝上的2个小家伙并没有立即离开，而是探头探脑不停地朝着远处看去，似乎是在期盼着大爷的到来，想要当面和善良的大爷做最后的道别。但他们最终还是没有等到不明真相的大爷。当大爷第2天再来看他们的时候，发现原本热闹的树洞此时已经空空如也。大爷感到很是难过，一时间无法接受，随即落寞地坐在地上望着树洞很久很久。不过很快就调整好悲伤的情绪，因为他相信来年开春，猫头鹰妈妈和2只幼崽一定会再来看自己，他要在此继续等待着，期盼着他们的到来。那么他们真会如大爷所想的那样再次相见吗？如果对动物故事感兴趣，可以来我的主页观看更多。